行，可以。打包开始，这开始喝。好。我看了，这些都是最新的设备，如果引进可以帮很多人。白医生。老样子。好的。真幸运啊，白医生，这杯是皮特的最后一杯了，当姐把您加急了。是吗？谢了。也可以这样说，高投入如果可以换回更多患者的生命的话，这个投入就是值得的。对，我这就过去。你好，康你好。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儿？对不起，我这杯还没喝，要不我赔给你吧？不用。抱歉，先生，我把钱赔给您吧。我说了不用了，那个豆子不一样。说了你也不懂。先生，这是咖啡的钱，这杯咖啡没有喝，赔给您。我赶时间，抱歉啊。哎喂，你们做推销的眼里只有钱吗？我就在里面买了杯咖啡，就2分钟。可以停到路边呢。抱歉。那个路况写的清清楚楚。你弄洒我的咖啡还找警察？警察不是我叫来的，处理好自己的事儿吧。我赶时间，抱歉。这车是你的呀？哎，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就买了杯咖啡，就停了5分钟。都像你这么干，5分钟路还走不走？哎，什么哎？赶紧把车开走。哎，好。打110了吗？路上。让我来，我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卖医疗设备的不算医生，让。你。有脉搏了，但是很微弱，有可能是心源性晕厥，而且有心衰迹象，必须马上送医院。等一下，她是孕妇又有心衰，这种病情很复杂，你一定要等到救护车来，不然移动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你瞎吗？看看路况，等救护车到早就1尸2命了。你等一下，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我知道你是医生，你可以救她。如果在移动的过程中，哪怕一根小血管爆裂了，到时候真的是1尸2命。我是同山医院心外科的医生，你现在必须听我的，让开！不能带她走。喂，你好，我是同山医院的医生。你的女儿在头前宫路口晕倒了。你不要着急，你告诉我你女儿多大，她怀孕多久，有没有什么心脏类的病史？主动脉窦瘤。好，我知道了。啊不，你不要来这儿，你马上去同山医院的急诊中心，我把她送来那儿。好，听到了吧？主动脉窦瘤，不管我们动不动它，这个主动脉窦瘤随时有可能破裂，待在这儿就是死，必须送医院。喂，徐医生，我马上送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去医院，你准备一下。好。林芝啊，他食物中毒的症状基本上已经缓解了啊，但是还需要再观察24小时。好。哎，对了，那个谁今天要来了吧？来了吗？还没有。护士长，白竹在路上遇到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我们安排一下接诊。好。分诊吗？我是急诊的江山，我们要收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对，请你准备心电监护、吸氧和平床。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
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就已经是一尸两命了。好，我承认，这一次你的选择是对的。承认就好。但是在不知道患者病史的情况下，贸然的移动患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拿别人的性命做赌注，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下次如果我还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也是作为一个医生该有的选择。嘴是真的硬啊！结果的正确并不代表程序的正义。医生的正义就是治病救人。患者现在没事儿，2位赶紧去换衣服吧。说的我都想看看那新来的女医生了。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个鼻子2个眼。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看了。有些人觉得自己失宠了。是什么宠啊？以前不管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大家讨论的都是他。但你看看今天，大家讨论的都是宵夜，他不再是所有人的焦点，失宠了。那没关系，反正我们家白主在我眼里永远都是焦点，是中心。说曹操，曹操就在啊。她就是新来的女医生了，还挺漂亮的。绣花枕头一个，确实挺好看啊。哎，你有点赤裸裸了。我看只有你把它当成了中心和焦点吧。熙然，你是不是有想法呀？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从国外回来的，一看就是好医生啊。什么好医生啊？啊？兼职卖医疗设备的医生，这你也敢信？他要是去救患者，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得让患者掏2000啊？算什么好医生？你好。接着说啊。哦，他不是在说你，就是在说他。哎，你别说了。请你不要再继续发表有辱我名誉的言论了。我只是实事求是。没错，今天我身上确实装了几本产品介绍书。我之前呢，虽然一直在洛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但后来我去了西亚做无国界救援，那里接触不到先进的设备，但是现在 EICU 都是最顶尖的设备。我想了解一下我未来的工作。不然患者可能会因为心衰而猝死，所以要尽快进行手术。那先做剖宫产把孩子取出来，亡情有没有危险啊？有可能会加重患者的心衰，患者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先做心脏修复手术呢？这样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危险？做心脏修补手术呢，需要建立血液体外循环，但是血液抗凝、全麻等措施可能会造成胎盘早剥，胎儿有可能胎死腹中。那我们不要这个孩子了，先做心脏修补手术。肖医生，先做剖宫产，孩子就算有1成的风险，我也是不愿意的。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大夫刚才说的话？爸，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要先做
剖宫产，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不能犯糊涂啊，孩子！我丈夫死了，所以我没有机会再生孩子。我一定要先把孩子生下来。肖医生，你们先去忙吧，这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们个答复。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患者的病情不能拖延太久。你们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请尽快给我答复。好的，我们尽快。王晴他们一家要商量多久呀？我真替他着急。父母就不能尊重子女的意愿吗？唐医生，你还没有做母亲吧？没有啊，要是我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呢。自己没有经历过，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王晴的选择？不要用自己的道德观去要求别人。可是他父母的想法会让他失去孩子的。作为医生，我们只能从治疗角度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批评别人，甚至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你这样做跟你讨厌的白医生有什么区别？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先做这个剖宫产手术。大夫，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很好，可现在问题不是孩子，是手术方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先做剖宫产，再做心脏手术。可是你的父母，我自己的手术自己决定。你们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患者目前的状况不宜折腾，就不转科了，先留急诊吧。至于手术方案，就请产科的王主任亲自主导，2台手术一起做。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没有意见，但有一点，我申请主刀心脏修补。肖医生，心脏修补手术由你来做。他来做？是，我来做。你别逞强，这不是一般的手术。我之前完成过类似的手术，并且是在医疗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我也能完成手术。肖医生，有信心就好。有信心有什么用啊？老师，他的水平您不是不知道，之前差点害死了王晴，咱们不能把患者的生命拿来开玩笑吧？肖医生的水平我是了解的，而且之前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你是正好联系了患者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病情。如果在不了解病情的情况下，肖医生坚持不能搬动患者，那是对的。反而是你冒冒失失，我告诉你，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不是老师，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心脏修补手术由肖医生来主刀，白主，你给肖医生当助手。我给他当助手。散会。早就跟你说过，别傲娇。这下倒好，哎呀，连心脏的活都让人给抢喽。你这什么朋友啊？屁股往哪儿坐呢你？不做就不做呗，你还少这一台手术不成？他不是少这台手术，他是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话你能憋死啊？能。哎呀，你走开！你不是一直都相信奇迹是人创造的吗？说不定那个肖医生他也可以做成呢。正因为是他，我才更不相信。哎呀，没事儿，你不是他助手吗？你可以盯着他呀。白医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去找院长退出王晴的手术，要是出了问题，你担不起责任。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啊？你呢，坐我的车，我带你兜一圈儿。你要是不吐，就算我输，我就退出王晴这台手术。如果我赢了，你以后别再来烦我，怎么样？真幼稚。原来白医生是胆小鬼啊！我告诉你啊，激将法对于我来说没用，但我倒是挺愿意看你输的样子。拿好你的头盔。白医生就等着做我的助手吧。谁输谁赢还不一定。救车！下来吧，白医生。我赢。你能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谢谢你没把这些东西拖在我身上。我已经根据王晴最新的检查结果制定了手术方案，到时候我会发给你，希望你尽快熟悉一下。我对于助手的要求非常高，希望在手术过程中你不要出现任何的纰漏。你等一下。我承认，打赌是我输了，但这和手术完全是两码事儿。你想耍赖？你知道吗？对于心电监护仪、除颤仪、CT 机，还有无影灯这些对你们来说最基础的设备，放在战地医院随便几样已经非常奢侈了。这样的手术，我在西亚都可以做，为什么我在这样设备齐全的医院做不了？我不会拿患者开玩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王晴的病情这么紧急，你作为他的主治医生，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手术？
患者与家属没达成一致。哈，又是你那套理论。我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专业一点，理性一点，能不能把重点先放在病情本身？所以在你的眼里，只有疾病，没有患者。你别跟我诡辩，我的意思是，病情第一，才是对患者负责任。医学是一门科学，不是吟诗作赋，更不需要你感情泛滥。没错，医学是科学，但它不是你摆弄的后视镜，没有那么规整明细。好，肖医生，我问你，你以为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医学更是人学。我想我跟你对“医者仁心”这个词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你一定没有关注最近的社会新闻吧？一家工厂失火了，在施救的过程中，一名消防员牺牲了。这个消防员的名字叫做秦山，他是王晴的爱人。术前须知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了。放轻松，别紧张。当妈妈都是最勇敢的。一会儿手术室的人会过来接她。如果现在还要大小便的话，就不要下床了。好。你有小便吗？不。啊。
肖医生，白医生，如果你仍然想跟我说王晴的手术，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过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请你退出这台手术。很固执啊。彼此彼此。我固执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手术方案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可惜，你的方案有漏洞啊。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修改意见已经做了备注。还有，从你的手术方案来看，你很需要一个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肖燕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咱们医院应该多来几个这样的医生，人长得好看，车也骑得好。我建议你啊，去眼科看看。怎么了？眼睛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只贪图美色啊！有一根血管破了，没看见啊？你这个人就是听不得我们夸别人好啊！哎，你自己怎么不开车啊？我累。白医生，需要送你吗？不必。他为什么这么问你？套近乎呗。套近乎？醒了，快，芊芊，你醒了。醒了。孩子呢？孩子好着呢，是个男孩。3斤4两。我想去看看。哎，孩子不足月，早产，医生呀，把他送到保温箱去了。啊，我们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看啊，不着急啊。你看。你爸给小宝贝起了个名字，你听一听行不行啊？叫啥？
香，叫秦小山。小山，哎，秦小山，秦小山啊，谢谢爸爸。秦小山，妈，我没事了，没事没事的，都好着，都平安了啊。秦小山，没什么问题。老爷子，你恢复的非常好。是吗？对。太好了！哎呀，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医生啊，放心吧，有我呢。他要是不第一本就送给你呀，我就不给他做饭，饿着他。哦，对了，多亏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可千万别让陈老吃太多了。知道，记着了。好，那陈老您休息，我回头再来看您。哎，忙你去啊，你先去忙啊。好。真好啊！白医生真好。哎呦，又没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啊。别急，让小妍来得及吗？你老胳膊老腿干嘛？看看，又嫌弃我是不是啊？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健步如飞。慢着点儿。等着我啊。哎呀，白医生，是26床。老陈，医生，救救他！站住回避！救人呐！老爷子，你怎么了，老陈？老爷子，准备出产仪。没有波动了。尖锐静脉动到，肾上腺素也要克，3分钟推一次。小吴，打开气道。给包子哥打电话，准备插管。好的。盐酸肾上腺素1毫升，静态完毕。
我们医院很遗憾。陈老离世后，我们马上启动了医疗事件调查程序。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白医生在心脏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治疗和对老人的紧急处置中，诊断准确，用药精准，处理得当。白医生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岗位职责。调查结果显示，陈老的去世与白医生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家属有什么要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医院会尽量满足。院长，我爷爷的死真的和白竹没有关系吗？先生，这是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如果陈先生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但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手术很成功，抢救也很及时，这点我没有异议，院长。但如果不是白医生非要给我爷爷做手术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我爷爷也就不会就这么没了。陈老的意外离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意外，谁都无法预料。您放心，我不是来找医院要钱的，我家不缺这个。那你，我就一个要求：我爷爷下葬那天，白医生去给我爷爷鞠3个躬，向我爷爷道歉。否则，我就委托律师。懂不懂？徐医生，小陈念的是科研型博士，欠缺临床经验，这没什么大问题。小陈，没事啊，医生都这么过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医嘱还有病历都是医院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书记录，所以一定要简洁还有准确。谢谢你，肖医生。谢什么谢？去把急诊所有病人心电图给我做一遍。心电图我做过了，那就再去测一遍血糖。嗯。陈志怎么了？徐然，你又欺负人？我欺负他，他欺负我，好不好？早晚被他气出心梗。肖医生，你听说了吗？白竹出事了。他怎么了？他的一个患者在术后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本来人家患者家属觉得手术风险太大，想保守治疗，他硬是说服了人家。结果术后患者从床上掉下来，就发生了意外。桃花，你也说了是意外嘛？那白竹的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呀。我就看不惯他不尊重患者、高高在上的样。你是他哥们，当然向他说话了。哎，我是向着事实说话啊。
院长，我家老伴儿啊突然去世，陈岩有点接受不了，他心里难受。因为他父母忙，从小都是我们带大的。小时候就喜欢和爷爷在院子里读书，读累了就在躺椅上睡着了，都是我的饭香味儿又把他们唤醒了。我家老陈呢，生前就说过，人生老病死都是命，他的命数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责任。院长，您这是干什么？白医生不仅是我们同山医院的医生，他也是我的学生。更何况，白医生给陈老做手术是经过我同意的。我不光是医院的院长，也是白医生的老师，所以说，我代他向你表示歉意。陈老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他的离世，我个人表示深深的遗憾。白医生是个好医生，他为病人着想，也敢担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话，今后啊，继续做你们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家老陈就有负担。谢谢你。好了，那我们先回去了。谢谢。白主，我觉得你这次有点太过分了。你看看吧，对你一向盲目崇拜的郑雅洁都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认为院长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吧？难道不是吗？如果我去道了歉，就是在纵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要求，是对我自己专业和医生身份的不尊重，是亵渎了医生这个职业。还好啊，陈老夫人比较明白事理。你总是有理。对啊，真理往往掌握在我手中。行行行，你掌握的都是真理，行了吧？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嗯，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奶奶，我们走吧。
你有高血压。行了，要不然喝点水。我觉得江院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磨练你。去急诊就去急诊嘛，你就可以当去修炼了。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就会发现心外根本离不开你，到时候求着你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你辉煌的职业生涯了。来我们急诊怎么了？地球离了谁不能转？心外没了你还不能救治病人了啊！到时候你俩天天在一起，你可不能把我家白主带坏了。我把他带坏，他把我带坏好不好？你看他那样，天天把自己捯饬得人模狗样的，还动不动就手磨个咖啡，岁月静好，云卷云舒。那我就想问问你，不装能死啊你？能死？我们家白竹说了，能死。你俩真的是一对哈！院长，院长，这 EICU 刚成立，这经不起折腾啊！这什么话？你不是整天跑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人吗？我要的是人才啊！我要的不是搅屎。哎，这个怪才，它不利于我们的团队团结了。院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业务坐好了，我告诉你，你是不了解白竹，他可是个好苗子。那好苗子到咱们急诊科不是浪费了吗？留给心外吧，心外需要人。那要么瑞士回来那个肖医生你也别要了，那个也是个怪才，但那个得要啊。为什么？要么都别要，要么都要了，你自己挑。院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哈，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急诊科上上下下的人都议论我，是我这个人做事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天天强调安全第一，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还有急诊科有任何的麻烦。这个白竹，全院上下都知道，他就是个大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哈，我知道他是您的学生，您这么做都是为他好。坐。可是这于公于私，我惹不起这样的麻烦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虽然是急诊科的主任，但是前面不是还夹着代理2个字呢吗？我为了能让院里边能把这2个字去掉，我做事情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那于公，院里边好不容易成立了EICU，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愿望。
我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太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乏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 EICU 成立了，弥补了这些缺点，给他们带来一些生的希望了，不是吗？医院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你们急诊科设立 EICU 的嘛。是啊，但就这个院里面上上下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他们就觉得 EICU 和 ICU 是重复的投入，消耗了巨资，挤占了他们的经费，所以我才在全院大会上向您、向所有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这一年 EICU 但凡出现任何的问题，效果不佳的话，我们都得自己关门。我这一年也是卯足了劲儿，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岔子的。今天您非把白卓调到我急诊科来，我是怕我 hold 不住他，他真的会给急诊科带来大麻烦的。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要相信我，我把白竹调到你们急诊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白竹这样的好苗子，就需要好好磨练。你们 EICU 需要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听我的吧。我敢给你打这个包票，没准过几个月，我把白竹从你们急诊科调走，你还不乐意呢。真的。院长，我请吧。哎，白医生来上班。哟，新外医宝都来我们急诊了，欢迎欢迎。哎，他们没给你准备个欢迎仪式啥的？准备了，我没去啊。哎，要不你歇会儿，我帮你磨吧。你磨的能喝吗？话里带气呀。行啊，你就尽情的看我笑话吧，反正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几天。来都来了，多待几天怎么了？咱俩好不容易办公室，你不开心吗？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急诊科的人啊。不用，不想认识。陆妈就不用介绍了。萧燕呢，你也认识了。我带的那个住院医叫陈志，你也见过。唐华呢也是住院医，就是那天说你特别不礼貌那个。因为他最瞧不起就是你这种浑身优越感还磨咖啡的人。这标签是你贴的吧？哎，还有呢，就是护士长江山，是咱们急诊科的大管家，做什么事儿特别认真负责。雨人，哎，主任8号病床的病人，你去看一眼。哎，好，这就去。好好聊。白竹，我知道你不想到急诊科来，但是我想跟你说，既然来了，就要在这儿好好工作。主任，你也应该知道，我来急诊只是院长的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转回心外。所以眼下我们俩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招谁。啊，您别生气啊，你们 EICU 下午就要正式挂牌了，生气影响工作，可能还会影响您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升官发财也属于正当追求啊，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您成天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不就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自己转正吗？真是不可理喻。患者腹痛来的时候多次腹泻，血压偏低，体温39度1，做了血常规和大便常规，白细胞偏高，应该不是普通腹泻，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啊？大夫，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不大乐观。大夫，这什么病？这是这么多瘀斑，会不会是病毒性菌痢啊？大便常规正常，不像是重症菌痢的表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夫，这病好治吗？放心吧，不难。小朋友，头疼吗？头不疼，肚子疼。患者没有明显的呕吐、头疼，脖子没有抵抗，应该不是流脑。对呀，流脑不会引发腹泻的。
到底是不是踩了？少华，来吧，慢走。别憋着啊！肖医生，刚刚诊断出流脑的，要是你就好。患者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话是没错，可我就是瞧不惯白叔那副狂妄自大的样儿。你知道他为什么主动去给那个患者诊治吗？这是他的工作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他这种均匀性性格最大的愿望就是吸引所有人的关注，来满足他内心缺失的安全感。可是你一来，大家都关注你了，没人关注他，把他的风头都抢光了，他心里当然不乐意了。他这么做呀，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他在医术上是远高于你的。常医生，你是不是特别不忙？大伙儿一起拍张照片吧！啊，好，大家看我这边，看我这边，来，3、2、1，好，可以，OK。好，大家就去忙吧！啊，好。准备怎么样了？哦，病人们都转过来了，一切都很顺利，一切照旧，您就放心吧。一切照旧可不行啊，新事物有它的独特性和运行流程。哎。我一定会慢慢摸索的，完善可以，摸索就不用了。肖医生，哎，你过来。谢谢。我让肖医生提交了一份急诊和 EICU 的运行流程规范，我看了很不错，医务处今天就会印发给你们。活到老学到老，新事物就要按新方法来。好，等文件下来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贯彻学习。我们把肖医生请过来，别以为光是给你们增加了一位优秀的急诊大夫。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医学上独树一帜，而且肖医生有无国界救援的经历，你们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哎，等以后你还得多辛苦，给我们科里边出谋划策啊！想麻烦2位跟我来一下这边。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
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包括咱们的救护车，从大门进来，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有道理，老罗，把这口子打开，我来跟他们打招呼。好的。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没有。他就是头磕着了。哎，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磕马路牙子上了。头晕吗？不晕，就是疼。会有想吐的感觉吗？没有。没事啊，伤口不大，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做个 CT。啊，好的。哦，好。医生，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不会的。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迹象？没有。从 CT 来看，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还有出血，就是外伤，过2天痊愈就好了。哦，谢谢。那我可以走了吗？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可以，明天记得来换药。哎，不行！我跟你说啊，必须住院。哎，医生，在哪儿交住院费？他不需要住院，他就是小伤，过2天就好了。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要是感染了怎么办？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你们不是有那个 EICU 吗？据说价格还不便宜。我们先住2天观察观察。就是啊，我们不在乎钱，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我们这儿确实有 EICU， 至于收费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哎呀，多少钱我们都给，都住。对，我刚刚也说了，患者这种情况呢，不需要住 EICU， 而且我们 EICU 里面都是重病患，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爸妈，EICU 是重病的人住的，我才不住。你懂什么？这头上的伤啊，马虎不得。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就是个小外伤。你就听你爸的吧，咱们住在医院，有啥情况呀都好办。哎，行了，多住点。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ICU， 要单人间啊。我们 EIC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你就是这么服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EIC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ICU。好了好了，你叫萧燕是吧？我现在我就投诉你，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就不信了。投诉没事，我来处理。你别着急啊，这位家属哈。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这儿的主任，我叫陆平安。你来的正好。你们这名萧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一风一德很有问题。我这正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啊，别着急，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ICU 多观察2天，是这意思吗？啊，可以，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我来安排，好吧？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吧？哎，这位请啊，这就是我们的 EICU 啊。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哈？啊，知道啊。这个 EI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ICU 基本上呢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啊，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啊，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EICU 呢，也就是急诊的 ICU， 啊，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它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重症监护科、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啊。看起来环境也不错，还行哈。哎，赶紧处理一下，小心窒息。爸妈，这地方要住你们住，反正我不住。不好意思，医生啊。哎。好，医生，谢谢。哎，儿子。主任，内床的病人1天吐好几回，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所以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换个角度，迂回作战。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你也知道 EICU 成立特别不容易，所以我想，别说什么岔子就好了。我多跟您学习。
我讲过，我想放这个，在那边排队啊！不要急，不要急，排队，排队，往后边排，往后边排，不要急。排队。情况还在严重，患者一多，分诊排的压力真的很大。主任，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布局，应该把普通的急诊和危重抢救的患者分流开。你们这么大地方，患者又多，怎么分呢？普通的急诊是由分诊科分类，再分到各个诊室。但是有些危重抢救的患者，他们等不起这个程序，所以我认为应该找一个专门的人，直接把他们指派到抢救室，由主治医生进行抢救。你觉得呢？我觉得肖医生说的有道理。这样，你制定的流程规范院里面还没有印发下来啊。等下来之后就按照你的执行，好吧？我现在说的是，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们等不起。小燕，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这里不是战地医院，更不是战场。我认为，急诊科就是战场，每多一道程序，多耽误1分钟，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主任，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试试肖医生说的这个分流的方式，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进行改善。下次约球啊，拜拜。走啊，拜拜。走了，拜拜。哎，等等我，下回我还要防你啊。拜拜。什么情况？患者是1岁大学生，篮球比赛中突发昏迷，救护车按监测，心率168，血压72/41。稳住，左拐，抢救室2床，准备移床，1、2、3。血压、心率。血压72/41，心率168。接着静脉通道，用药把血压给我拉住。好。血糖多少？血5.2。可以排除低血糖了，也不像神经系统问题。体检如果血上素了，推303腺苷吧。等一下，无效在电负里。从120开始复苏到现在多久了？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不对啊，肾上素引发的昏迷，折腾这么长时间早就想了。血氧多少？在吸氧的状态下，血氧饱和度是85%。肾上素不会对呼吸有这么大的影响。血氧这么低也不太对，我去看看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有没有感冒这些。等一下，你先给他查体，我去联系一下患者家属，看看有没有其他病史。好。刚才查体发现呼吸消失，本想送去做 CT， 但又怕中途风险高，送 EICU 观察了，安排了个床旁胸片。不好了，血氧饱和度掉到68%了。去看看。这么着急去看患者呀，就没考虑过医务吸入？哎呀，可怜呐，一个大学生，运动健将，眼瞅着就要被治废了。胸片显示没有气胸，右肺片状阴影。没了。
尤飞完全不工作了，准备去玩去。好。1克口香糖，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咱们就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了。不对呀，唐话那丫头我了解啊，她一女汉子粗枝大叶的，这么精细的事儿，她怎么会想到呢？之前唐医生问过我患者的情况，不过我看他也搞不清楚事情的缘由。肖燕，啊？一定是肖燕找出了病因。完了完了，咱们被羞辱了。咱们被羞辱了。那个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我管它什么牌子，不都一样吗？那你管是糖化还是硝烟呢？血压和心跳都已经稳定了，等手术室安排好了就帮你进行手术。他要是觉得渴，拿棉签蘸点水擦一下嘴唇。肖医生，那个大学生出院了。哎，可惜了，他们再多躺几天就好。本来就是异物吸入，取出就没事了，不用留院的。不过瘾呢。他要是能在这儿，就提醒那些自大狂，这儿还刻着他们的耻辱呢。你这思想啊就有问题。肖医生，你怎么那么厉害，一下子就能判定他是异物吸入？如果你们有空去体育场的垃圾桶里看看有多少口香糖纸的话，你们也能知道。对呀，嚼着口香糖打个篮球，那多帅啊！这个白叔不是自称聪明绝顶吗？这回傻了吧？你们呀，如果只关注病情还有指标的话，肯定想象不到；如果试着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简单了。夏医生，还是你厉害。去你的去吧，就你会说。你整理完了之后，明天拿给我就可以了。啊，行，好的，主任。好，你去吧。哎，主任。哎，你怎么现在才走啊？你不是白班吗？有个患者刚下手术，我就耽误了。你怎么也没走啊？院里不是印发了肖燕起草的规范流程吗？我学习了一下。主任，我今天帮着肖医生打了个圆场，我是好意，你没生气吧？什么话？我怎么能为这事生气呢？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再说了，院长一直在强调，活到老学到老。肖医生吧，说话是冲了点，可是我想着他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人情世故的表达方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说实话，我今天真的没有因为肖燕当众顶了我几句嘴，我觉得脸上挂不住。他对这块有想法，而且又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我觉得是件好事情。我把他的流程规范仔细地看了一下，你别说，写的还真不错。哎呀，看完之后，我这心里面倒觉得有点别扭了。肖医生是院长聘的，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留得久的。哦，我不是因为这个别扭。他即便在这儿常待，凭他的眼光和能力，人家瞧不上咱们这儿的小位置。我是为我自己别扭呢。我这一想，到这院里面已经20多年了，现在在业务能力上，咱也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可以奔了。我就想着，能把咱急诊还有 EICU 管理好，顺顺利利的不出什么事儿，我心里面就踏实。有你这个有耐心又细心还有责任心的主任在，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好了好了，这个，哎，这么晚了，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对付一顿吧？哎呀，不行，我家里我得赶紧回。哦，对对对，你们家保姆走了，哎，那你赶紧回去照顾仙云去吧。哎，你也别对付，喝口热的啊。好好好，我走了，哎，拜拜。好好好。哎，老白，吃烧烤去吧，有一家烤腰子不错。我不去。你要回去自己做饭吗？叫你那家小谁一起来不完了吗？我给他打电话。哎，你别给他打电话啊，跟你学坏了。怎么了？嫌烧烤俗啊？那吃西餐也行啊。就你那品味啊，中餐烧烤，西餐汉堡，你自己去吧。就你有品味，被人灭了一道不爽了吧？有什么呀？上次刘脑的事儿你不胜了一决，这次输了不过1比打平而已啊。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抓，接着抓。
行了，你赶紧去吃吧，我走了。你信不信他肯定回家打游戏泄愤子？幼稚。待着去。作业写完了吗？患者情况：患者8岁，已经失去意识，血压70/40，患有尿毒症。医生，孩子一直在做透析。你们是患者家属？是我他爸。我是他姑姑。患者家属外面等一下。考虑是肾性脑病导致的昏迷，做个血常规还有生化吧。试颤，准备除颤。好的。爸爸，姑姑，你们别担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可把爸爸吓坏了。我就知道，我们明明肯定没事的。等你好了啊，姑姑带你去游乐场啊。医生怎么样？患者情况恶化了。要转去 EICU 做个透析，给他安排一个血透析。爸爸，我不想透析。小朋友，你的病要做透析才能好啊！而且爸爸之前说过，你之前做过透析，对不对？阿姨相信你可以勇敢的，好吗？医生阿姨，我不怕疼，做透析要花好多钱，住那个病房也要。
信任你。不，你烦不烦？还有完没完啊？这家伙刚主任查房就问他一句病情，就一前臂心梗，你直接回答不完了吗？我们陈博士愣是从病情分析出了7种可能性。这好，等你一一验证完，患者坟头草都半米高了。徐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好好学习。有什么好学的呀？啊？看看你们陆主任的水平，还有徐医生。哦，对，还有那个肖医生，急诊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混日子的地方。混个10几20年，什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没问题。呸！给我们一口。哎，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用你自己杯子喝？听我好好教育教育。白老师，您看我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没有啊，非常完美。能把一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诊断成一个普通腹泻，那您以后水平和陆主任差不多啊。听我一句劝啊，别想太多，好好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也别好不伤死不休啊！现在你也急诊科的啊，别狠起来连自己都砍。现实就是这样啊，你要是觉得别人说话不好听，那只能说明一点，自己的能力不够。能力也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行啊，这项我带的兵啊。徐老师，我去测血糖了。等等，以后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们，去找护士长。他是这个急诊见过病患的和经历过抢救最多的人。你还是个博士，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缺乏一些实践。记住了啊，嘴甜一点，多叫季承杰，他什么都会教你的。白老师，谢谢您。难得啊，100年难得一遇，不想方设法讨人厌。你说你和人正常接触有这么可怕吗？不可怕，就是累啊，尤其跟你在一块儿更累。你以为我不累啊？我天天看你装，我都替你累。这组微泵整夜维持。好的。医生，没啥事儿吧？他的状况不是很好，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是。我们当地的医生也说孩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小伤在我们工地上见多了，这个医生都给看过了，估计是吓的。我再帮你做个检查吧。这个不用查了吧？他刚刚都查过了，这真没啥事儿。你又不是患者，你怎么能替患者做决定呢？但是这个事我知道啊，他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就那货车往后倒，没看着他，就刮了一下。你看这挺吓人的，没啥事儿。
是不是老张？别等等。准备闭合。怎么，替你排除了一个被你遗忘的潜在风险，就成你偶像了？怎么，听说了？这用听说吗？整个 EICU 第一次开通绿色通道，谁都知道。阴阳怪气的。不过说真的啊，萧燕医者仁心。你这么给人戴高帽子，人知道吗？那个患者开始都检查完了，他又主动过来问了几句，才发现耳道内渗血。陪他来的那个工头开始拦着不让检查，后来都慌了，主任二话没说开通了绿色通道。那也就是我没在，你在怎么样？你在也不一定发现得了啊。萧燕算是让我明白，有时候所谓急诊啊，不一定是流着血带着伤推到你面前，要真的关心每一个病患，才会发现危重症。不吃了？听你说话恶心，吃不下。把你的格局打开点儿，承认别人好对你没坏处啊。肖医生，这是于明明的病历和配型资料，当地医院送过来的。哎呦，这个于明明也太可怜了，他那么乖，怎么能得这种病呢？那个于建国也挺惨的，明明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剩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那个于建国呢，就靠在菜市场卖菜，好不容易把孩子养活大。谁能想到还能得这种病啊？于建国为了给孩子治病，把房子都卖了，真是祸不单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怎么，有问题吗？这于建国没有按时给明明做透析，也没有做肾脏移植的配型检查。不会吧？肾脏移植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可能性才最大。病历上这么写的。会不会病历有误呀？你想，于建国自己不做配型，也不带明明来做透析，就在等别人的肾源，这也太奇怪了。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这，来，再喝一口。我饱了，爸爸喝一口。这是姑姑专门给明明熬的，爸爸不喝啊。爸爸，以后不要让姑姑专门为我煮粥了，爸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明明在治病，
再说了，这个粥有营养，啊，来撑着。爸爸照顾我也很累，也需要营养。明明听话啊！爸爸不喝，我就不喝。那好，明明喝这个，爸爸喝那个，好不好？来着，慢点熬，别烫着。一起喝。明明，医生阿姨找爸爸有事儿，你把粥喝了啊。我们呢翻看了明明的病历，发现你没有按时给他做透析。都怪我没本事啊！透析太贵了，而且一周要做3次。有的时候我看明明没那么难受，我就说，就是少做1次半次的，没什么影响。怎么会影响不大呢？就这么跟你说吧，透析的次数不够，毒素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它就会堆积在身体的各脏器里，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那要是马上给他做移植手术，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啊？已经来不及了。明明身体的多脏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他现在的身体做不了移植。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呢？我们当地医生都说了，说只要给他找到合适的配型，他就能好起来啊。肖医生，我辛辛苦苦的攒钱，我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为了做移植手术，你怎么会说来不及呢？肖医生，你骗我的是吧？你就是骗我的。您早干嘛去了？当初是你自己不去做配型，现在已经晚了。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们管。哎，什么人啊？怎么没喝呀？等你一起。啊，好，爸爸和你一起。爸爸。哎。医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医生阿姨说，让爸爸照顾好绵绵。怎么那么慢啊？能不能快点啊？我都头疼死了。大爷，您是哪儿不舒服？啊，姑娘，你说什么？您哪儿不舒服？哦，我有点发烧。您到对面量一下体温。护士，坐哪儿啊？坐那儿，耳朵不好使，以后就不要一个人出门。那儿就好。哦，好。护士，儿子肚子疼，您到那儿量一下血压就好。谢谢啊。你们这也太慢了吧？能不能快点？我都等半天了。阿姨，您先别着急。叫谁阿姨呢？叫谁阿姨呢？您看一下，这您谁是你阿姨？麻烦您，今天排队的人多，多等一会儿。我能等，我的病能等吗？要么就先给我看，要么谁都别想看。怎么回事？白医生，这位大姐说她头疼的厉害，非要插队。那你是医生啊？快给我看，我头疼。小伙子，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还有点心慌。你跟我走，给你检查一下。哎，谢谢。哎，我排在他前面的。我看您精神饱满，声如洪钟，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大妈，
请您去排队。谁大妈？谁大妈？你想赶人给人看病啊？怎么这样啊？我怎么样了？反正不给我看，谁都别想看。灵芝，把他现在这个样子全录下来，一会儿就报警。录下来我就怕你啊！你们医生不给看的还有理啦？是，一直录。等一下，我这个手机38000一台，你抢之前想清楚了。对，挺精神的。哎呦，哎呦，我头疼，哎呀，头疼死了，哎呀。把膝盖屈起来。现在我要按压你的腹部，如果感觉疼痛，你就告诉我。这疼是吗？对。来，侧过身，慢点。这真是个好的开始。希望不要是昙花一现就好了。最近有没有磕着碰着？昨天被一辆自行车给撞了，他那个车把刚好撞到我肚子这儿。我知道了。在这躺一会儿啊。喂，陈志，来一趟，带患者做一个 CT。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主动接诊。可能是皮破裂。这么严重啊？白老师，结果出来了，的确是皮破裂，血红蛋白只剩6克。申请输血，马上送到 EICU， 联系肝胆外科让他们会诊。好。要我说呀，你真是运气好，要不是碰到白医生，你现在就凶多吉少了。谢谢你啊，白医生。你好好休息，已经通知你的家人，他们一会儿就到。白老师啊，你是怎么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那个患者呀？想知道啊？可我没有兴趣教你啊。啊。回去把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到时候你再来问我怎么在一群患者当中找到一个重病患者。好的，好的，我回去就把教科书找出来。